对，有时候演着，就突然来了一句：“沈玉荣，你装什么可怜？你那么破碎干什么？像一个看垃圾一样看了我一眼。”不是有一句也挺颠的一句话，就是他问薛芳菲：“你还愿意嫁给我？”我在讲完这句话的时候，我在现场我自己都笑了。我跟景言两个人坐在一块儿，一说完，他转头回来看我：“你是疯了吗？”沈玉荣，请回答。请用3个词来形容一下沈玉荣。身不由己、为爱痴狂和命运不公。我们着重聊聊为爱痴狂的部分。作为饰演者，如何评价沈玉荣对于薛芳菲的感情？我觉得前期那种类似青梅竹马的时候，就是真正的纯爱嘛。到后期再看到薛芳菲出现在自己眼前的时候，他其实心里是有点小小的暗喜的，因为他其实内心里他并不想他死，然后最后就是他进入到自己的一个很深的执念里，然后循环到他自以为是的对薛芳菲的救赎。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状态。这部戏有很多成为江离后的薛芳菲与沈玉荣对视，两人都情绪激动落泪的戏份。这些戏份对你和景言是否也是种挑战？我们从一开始我们会有一些表演的就人物关系的练习，然后当时第一次见到景言的时候就已经我们在做了这个练习了。当时的练习就是没有台词，就是你看着对方的眼睛，然后你如果看着，你觉得你有话想跟他说，你就身为沈玉荣，他是薛芳菲，你有什么话想跟他说的这种练习。所以我们有这个先前的一些铺垫，到后面到现场的时候，我们就很快的就能够进入到那个状态。经过训练之后，在拍接下来情感纠葛的戏份时，就入戏很快了。对，就是看到他的眼睛，我就觉得我好爱这个人，但是我对不起他。有时候他说一看到我坐在那儿，他的心就痛。那从什么时候沈玉荣就知道江离就是薛芳菲？肯定是第一眼。因为这是你爱的人，你不可能觉得这是很像我的妻子，不可能。他一出来的那个感觉他就是薛芳菲。所以从一开始，沈玉荣就下定决心，一定要帮他护好江离这个身份。对，因为我觉得沈玉荣爱薛芳菲的一个点，也体现在于，只要我不说，就谁说他都不是。我只要一口咬定他就是江离，那他就是江离。而身为江离，他才能够更好的保护住自己。既然沈玉荣知道江离就是薛芳菲，那当薛芳菲在一步步靠近他的时候，沈玉荣内心的 OS 是什么？就是我在理解沈玉荣第一眼见到薛芳菲的时候，他就已经知道，能猜到薛芳菲是回来干嘛的了，而在他这种无数次的试探，他其实沈玉荣是享受的，因为在这种试探的过程当中，这个空间是只属于这两个人的。是极度私密的，我觉得沈玉荣就是进入到一种病态的情绪里，所以痛并快乐着。在演这部分情感纠葛的戏份时，你跟景言在戏外会受到角色的影响吗？有，对，有时候演着，景言就突然来了一句：“沈玉荣，你装什么可怜？你有什么可怜的？你那么破碎干什么？你那么委屈干什么？我被你埋了耶！”我说我也不想埋你啊，我说我逼不得已啊。对，就会有这种对。根据剧情发展，沈玉荣也开始慢慢走上了不归路。你觉得沈玉荣从什么时候真正开始变疯了？我觉得有2个阶段，一个阶段是入狱之后，他其实是一个放弃的一个状态了。对，他跟公主就是已经就不演了，我不装了。他也只字没有提过薛芳菲这个话，只有他死了，说不定就能更好的保护薛芳菲。那我觉得公主的认知里可能就是只要薛芳菲死，我就能够得到沈玉荣，不管是他的人或者是他的心，但是他不死就是危险，所以他一定要杀薛芳菲的时候，这可能是沈玉荣第一层黑化的一个转变。然后第2个就是萧恒对薛芳菲的情感和薛芳菲到后期对萧恒的情感转变，就是一个吃醋吧，可以这么说。对，一个男人的占有欲上来了，加上他认为就凭你出身好，你就什么都能够轻易的去得到，这种叫什么？自卑。对，有一些自卑在里面。包括后来有一幕是沈玉荣很落魄，但萧恒就很。对，他意气风发的从我身边走过，像一个看垃圾一样看了我一眼。
那种其实是对沈玉荣内心是有很大的一个冲击的。包括到后面他跟薛芳菲，不是也有一句话说了，说我要像萧恒一样有这样的身世，我何至于此？完全疯了之后，他的心情和目的是什么样的？我觉得到后期他的目的就是回到一个比较纯粹的一个状态吧，就是我要重新得到薛芳菲。加上他说的不是有一句也挺颠的一句话，就是他问薛芳菲：“你还愿意嫁给我吗？你还愿意嫁给我吗？”我在讲完这句话的时候，我在现场我自己都笑了。我跟景言两个人坐在一块儿，一说完他就转头回来看我：“你是疯了吗？”我也觉得挺疯的，但是我觉得他是有理由的，因为他就是想跟薛芳菲重归于好。他当时没有能力，他选择不了。那沈玉荣现在有能力了，他能够比较自如的去应对公主的情绪的时候，他有能力去做到他觉得他能够做到的事情的时候，他这种可能更强的占有欲跟胜负欲就起来了。那后期有没有哪场戏因为太难过，演完后两位互相安慰的？有，就是我最后那场戏，最后沈玉荣的一个自白的一个状态嘛。对，所以当时景言给我搭的时候，他其实那场戏是不能哭的，就是他已经很果断了，就他的选择已经是很明确的了。他就给我搭的时候，他也自己就眼泪就流下来了。他说他觉得沈玉荣确实很可惜，他会有这种角色的感慨吧，觉得。所以沈玉荣一直有种执着，觉得薛芳菲对他还是有感情的，是吗？对，他是一个自欺欺人嘛，在人的清晰认知里，他是肯定知道薛芳菲已经对他没有当年的那种情感了，而是他一定要认为你还是爱我的，一种病态的疯感。对。现在永琪也尝试了很多角色类型，这次的颠公，之前还当过兵，拍过仙侠剧等。接下来还有哪些想集邮的角色类型？想尝试可能更多一些的现实主义题材，对一些边缘化的人物啊，或者是一些极致扭曲的一些情绪变化这种状态。